来好兄弟家做客，没想到他老妈竟是我上辈子的情人，而他看到我的长相时也同样很震惊，因为我的样貌竟和他苦盼无数年爱人的模样一模一样。我俩的异样随即引来了好兄弟的不满。我可告诉你啊，方圆，你若敢打我妈的主意，我肯定饶不了你。我正欲慌忙开口解释，沈雪却抢先一步道：小夏，你回自己的房间吧，我有点事想和方圆聊一下。沈雪从后面书柜里取出一个小相框递给我，我只看了一眼就惊呆了。相框里这人除了和我穿的衣服不同，其余的与我完全看不出两样。与此同时，沈雪眸子里似乎透着一丝哀伤和思念。照片上的人是阿姨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他和你一样也叫方圆。18年前，我这个朋友也是18岁。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恍惚间以为他真的又回来了。看着对方那透着哀伤的眼神，我不难猜测出来二人的关系。而沈雪似乎看穿了我心中的猜想，不由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人长得真的太像了，不过他右胳膊上有一颗青色的小痣，听人说这是灵魂的印记。我不由又是一惊，当即撸起袖子，露出了右胳膊上的青色小痣。沈雪噌的一下握住我的胳膊，就是这个位置，就连大小形状都是一模一样。说话间，他抓住我胳膊的手都隐隐有些颤抖。这是死去的恋人又回来找自己了吗？方圆，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此时我不由有些尴尬，要是被好兄弟发现这暧昧的场景，我指不定会吃不了兜着走。恍惚间，沈雪就像回到了18年前，忍不住伸手抚了一下恋人的脸蛋，感觉整个人像是触电了一般。那温热滑嫩的小手轻轻拂过我的脸庞，片刻之后，沈雪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缩回手撩了一下额前的发丝。我也赶紧安抚了一下差点没跳出的胸膛和心脏。阿姨，其实我说了你未必会相信，但我保证说的都是真的。方圆，你不要给阿姨卖关子，快点说说看。此时清醒过来的他看着我的时候，心里已经带上了一丝恋人的影子。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经常梦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大概17、18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白色带着黑色点点的裙子，她的样子可以说和阿姨长得一模一样。沈雪猛然一惊，立刻又递给我一张照片，我直接惊呆了。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吗？我梦里的女孩就是这个样子。听见我的话，沈雪不由得呆住了。片刻之后，沈雪又强行恢复了镇定，她很清楚眼前的男孩子只有18岁，和自己的女儿一样大，但二人交流的信息却似乎都在表明这一个真相，那就是眼前的这个男孩很可能就是他以前的恋人。如今二人心里都有着相同的猜测，但是谁都不好意思明说，没准我们前世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沈雪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但心田里刮起的春风却再也停不下来了。她看向我的眼神带上了一丝说不出的味道。我看着沈雪那紧盯自己的双眸，脸蛋都感觉有些热烫了。这阿姨的眼神竟然如此的动人心魄，她就这样毫不掩饰地盯着我，甚至带着一丝说不出的霸道来。方圆，这是阿姨的好友，加一下吧，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对吗？随着一个清脆的声音，我看到了沈雪的网名等不到的爱人，一瞬间我的心头不由一阵酸楚。方圆，今天我们聊的这些暂时不要和小夏说好不好，就当做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小秘密。好的，阿姨。感受着沈雪那看向自己微微火热的眼神，我的脑袋很快变得有些晕乎乎了。而此时沈雪甚至已经确定了眼前这个男孩就是她以前恋人的轮回转世。虽然这种事情听起来似乎有些荒唐，可眼前的一切不容得她不信。她和以前的恋人方圆本就是青梅竹马，后来一起考上了江城大学。那天二人一起逛街的时候，一辆失控的泥头车忽然冲了过来，危急时刻方圆猛地一把推开了沈雪，然而他却因来不及躲避被卷入了车轮之下。从此以后，沈雪便封闭了自己的内心，没有接受过其他任何一个男人，一直到了现在，那冰封了18年的内心忽然间就刮起了春风。不多时，二人就在微微有些奇怪的气氛下吃完了盒饭。方圆，你再喝点茶水，我去小夏那看看。看着面色红润的沈雪，我心里的激动一直就没有消停过。我明显感觉出来，沈雪对我的态度完全不是一个普通朋友该有的。此时沈夏的房间，他正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打着游戏。随着门被推开，沈夏手指一动，屏幕便切换到了桌面。傻丫头，只要功课做完了，想打游戏打就是了，妈妈又不限制你。沈雪说着便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沈雪笑了笑，伸手抚了下女儿的短发。我女儿要是把头发留长点肯定特别漂亮，妈，我还是感觉这样舒服，可你这样的话会错过身边喜欢你的男孩子的。沈雪微笑地看着女儿的眼神，似乎想得到什么答案似的。妈，你说什么？沈夏闻言不由得猛然一愣，两眼都瞪得圆圆的，还跟妈装傻呢。你以前从来没往家带过男孩子，方圆还是第一个，你真以为妈妈是瞎的？哎呀，妈，你真想错了，我以前不但没带过男孩子，可也没往家带过女孩子，我和方圆真的是哥们，从来就没有过一丝男女朋友的想法呀。不会是方圆跟你说了他喜欢我吧？不行，我要和他说清楚。沈夏说着蹭的一下就转身往门外走。回来，沈雪一把抓住了女儿的胳膊，这个傻丫头，妈妈这不是和你套话了吗？这么激动干什么？妈是说方圆这小伙子挺不错的，而且也是我好朋友的孩子，我对他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求求你饶了我吧。好吧，妈知道了。沈雪抚着女儿的头发，暗自长舒了一口气，如此甚好。妈，你要是真觉得方圆好，可以认他做干儿子吗？这样我也就能多个哥哥了。别闹好了，你玩吧，妈出去了。对了，小夏，以后方圆也住我们家，毕竟是我好朋友的孩子。可以啊，妈，当然没问题了，这样我们俩就可以一起打游戏了。沈雪不由得微笑着摇摇头，然后离开了女儿的房间。方圆，以后就住阿姨这儿吧，你和小夏一起上学放学好不好？阿姨这样可以吗？看着沈雪眼神里的火热，我感觉心神不断的飘忽，浑身像是在炙烤着一般。沈雪轻轻地来到了我的身边，然后将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难道你不是阿姨的好朋友了吗？当然是好朋友。我讪讪地笑了笑，且不说我前世和沈雪的情缘，就算只是面对如此一个
成熟美艳的大姐姐，我也会毫不含糊地答应下来呀。那就住下吧，反正家里房子也多，你就住我隔壁的那个次卧吧。好的，阿姨，我自然是没有了任何一丝犹豫，只是我微微有些担心，以后和沈夏这哥们该怎么相处呢？来，方圆，跟阿姨过来看看你的房间。这个房间原本是给沈夏准备的，可是这丫头不喜欢房间的格局，正好以后这间房子就给你住。谢谢阿姨。看着一应俱全的房间，我微微点了点头。我很清楚沈雪对我的心思，可能她已经将我看成了以前的恋人。其实我已经不想再喊她阿姨了，曾经的恋人如今又到了一起，就算是差了18岁，其实也不应该再喊阿姨的。只是我的体验并没有像沈雪那么强烈吧，因为我只有一些梦境，并没有沈雪记忆中青梅竹马的深情，也没有她18年的苦苦思念。方圆，以后咱们私下的时候就别叫我阿姨了好不好？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沈雪将手放在我的胳膊外侧，双眼直直地看着我，眼神中透着一丝说不出的火热，脸蛋也微微有些泛红。她越来越相信眼前这个18岁的男孩一定就是自己以前的爱人，那就咱们两个的时候，我就叫你姐姐吧。好啊。沈雪看着和18年前长得一模一样的方圆，眼神里不自觉的就透出了说不出的情意。只是时过境迁，如今他已经36岁了，而眼前的他却只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而且他依旧和以前那样帅气，这让一个冰封了18年的老姑娘的心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如果不是他这些年锻炼出来的超强毅力，他可能早就忍不住扑进方圆的怀里。你稍等一下，我去拿一套小夏的拖鞋和睡衣，明天姐姐给你买新的。说着，沈雪抚摸了一下自己微微发热的脸蛋，走出了房间。沈夏的睡衣，我转念一想，也对哦，这哥们的衣服都是男士的，想必睡衣也肯定是男士的。不一会儿，沈雪就拿来了一套男士睡衣，在我的身上比划了一下，嗅着沈雪身上散发的迷人气息，我忍不住又是一阵的心神恍惚。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一个异性这么近距离的挨着我，而且还是一个成熟美艳的大姐姐，还眼含深情的看着我。去冲个澡吧，外面有个洗澡间，姐姐屋里也有个洗澡间，你去哪里洗都行。说着，沈雪拍了拍我的胳膊，眼神中忽然透出一丝羞涩。18年来，这还是她头一次距离一个男孩子这么近。虽然她心里明白自己或许就像是一个大姐姐想泡他而已，沈雪虽然明白这些道理，但她却顾不得这么多。18年的苦苦思念让她根本不想考虑这么多，就算是老牛吃嫩草又怎么了？她明明就是自己最爱的那个人了，顶多就算是和他重新再恋爱一次吧。沈雪将睡衣放在了我的手里，我默默地点点头，看着眼前这个成熟美艳的大姐姐对自己如此的热情，心里确实有些止不住的蠢蠢欲动，但脑海里却总是会想起沈夏的话，我把你当哥们，你却想做我老爸。去冲澡吧，咱们来日方长，姐姐以后会对你好的，不许拒绝我。沈雪说完，脸蛋瞬间浮现出一抹红晕，然后羞笑了一下，转身离开了房间。我不由得暗自一乐，鬼才会拒绝这么好的大姐姐。我拿着睡衣从房间走出来，准备去外面的洗澡间冲个澡。兄弟，你要洗澡啊？让我先来不行了，憋不住了。刚走出房门，就看到沈夏从房间内捂着肚子匆匆地跑了出来。行吧，让你先来蹲厕所。兄弟，我妈房间里也有个洗澡间，你去那也行。沈夏说完就已经跑进了外面的洗澡间，看来只能去沈雪的房间去洗澡了。我来到她的房门前，轻轻地敲了2下，片刻之后门开了，沈雪从之前的职业装换成了睡衣，挽着的长发也披散了下来，一股浓浓的居家温馨。方圆，你要洗澡吗？进来吧。走进卧室，满屋都是她身上的那种迷人的香味，屋里收拾得非常整洁，也很温馨。来，方圆，你先去冲澡吧，待会把你穿的衣服留下就行了，姐姐帮你洗洗。看着沈雪深情的眸子，我点点头，我忍着心中的激动，仔细地感受着沈雪带给我异样的关怀。说着我便进了洗澡间，关上房门，我拍了拍砰砰乱跳的心脏，让自己稍微静了静。男孩子洗澡还是很快的，从头到脚的洗完也不过10几分钟。待我换上沈夏的睡衣走出卫生间，方圆过来，姐姐帮你吹一下。沈雪手里拿着吹风机，饶有兴趣地盯着我，我微笑着点点头，默默地坐在了椅子上，任由沈雪紧挨着帮我吹头。吹风机的噪音混合着沈雪的清香，让我很快又激动了起来。我扭头看了一眼，房门是关着的，于是一伸手就搂住了沈雪的细腰，随着一声轻呼，她微微僵住了，然后关掉了手里的吹风机，一把抱住了我的脑袋，拥在了我怀里，随之将脸也贴在了我的头发上，仔细地感受着我的温度。一时间似乎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起来，唯有急促的呼吸声声声入耳。不知过了多久，沈雪忽然往后撤了一步，然后将吹风机塞到了我的手中，她则快步走进了洗澡间。随着几下清脆的敲门声，沈夏直接闯了进来。方圆，你怎么比个娘们还磨叽？我都洗完了，你还没收拾好呢。走走走，打回游戏去。说完，沈夏伸手就拉起了我的胳膊。好，陪你打游戏去。我不由得暗自佩服沈雪的机灵，要不是她反应得快，刚才的场景若是被沈夏撞个正着，那可就不妙了呀。沈夏拽着我的胳膊，一起走进了他的房间。快来做老铁，我有点好奇哈，你说你老爸和我老妈到底是什么关系？沈夏一边打游戏一边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小子别瞎想啊，他们就是好朋友，还能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尴尬地挠挠头，反正我是不信，如果不是看你和我妈长得不像，要不然我就打算喊你哥了。喊哥就算了，还是喊叔叔吧，这个称呼听着比较舒服。你喊我叔还差不多，你不会真对我妈有啥想法？说什么呢？你妈和我爸那可是好朋友。也对，看来是我多想了，不过感觉我妈对你好像很关心，所以我就想啊，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不寻常，不寻常又怎么了？谁就不能有个好朋友什么的？说的也对。对了，你小子对我没啥想法吧？昨天老妈问我的话吓了我一大跳，我去有没有搞错？我不由得猛然一惊，什么跟什么呀？按辈分，你至少得要叫我叔叔才对，我怎么可能会对你有什么想法呀？我就说嘛，咱俩是铁哥们，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对了，铁子，我觉得隔壁班那个小姑娘挺好看的。我不由得一愣，有没有搞错？这小子竟然喜欢小姑娘？你说咱麻花辫那个？对，你觉得她怎么样？虽然有点瘦瘦的，但是我觉得她好乖哦。怎么，你喜欢她？我记得很清楚，沈夏这小子冲着那小姑娘至少打了2次口哨了。那小姑娘挺老实内向的，吓得哆哆嗦嗦的就跑了。对啊，难道你不喜欢这样的小姑娘吗？那种乖乖的样子，好想保护她。
不过如果你也喜欢，咱俩可以竞争的。沈夏蛮不在乎的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冒着憋出内伤的风险，强忍着没笑出来。保护人家小姑娘那也得爷们的事啊！你一个假小子靠什么给人家幸福？别让给你，让给你，叔叔不跟你争，你真不给我争啊？那好，回头我就准备开始追了呀，到时候别羡慕我就行。不行不行，明天我就要开始追。对了，你说开始追女孩的时候应该怎么弄？送花吗？我拍了拍沈夏的肩膀，追女孩总得要先制造相遇的机会吧，比如在路上，在食堂，在图书馆，要幽默，要绅士，别上去就吹口哨，那女孩都被你吓跑2回了。原来是这样啊！沈夏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没事，你回头跟人家道个歉就好了。再说以你的姿色，如果绅士一点，肯定可以拿下她了。真的？沈夏闻言不由得面露喜色，甚至高兴的有点手舞足蹈。不过我看着沈夏上下打量了一下面色，有点为难。沈夏一看我的神情，自然很清楚我担心的是什么。难道你没听说过这句话吗？你一直以为自己喜欢的是男人，实际上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自己心仪的女人。我不由得点点头，这话听起来还真的有点道理，对吧？你看看，哥哪像女人啊？沈夏说着伸手拍了拍胸膛，还真是，从外表看，真的很难看出是个女孩呢。想当初二人也是不打不相识，大一刚开学那会，我根本不知道沈夏竟然是个女孩。那天我眼睁睁地看着沈夏往女洗手间跑，于是一下就喊住了她，还以为她是一个偷窥狂呢。二人差点就此打了起来，气得沈夏差点当众脱衣服。不过最后还是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让我看了看，当时我那个尴尬呀。不过从那以后，二人却成了最要好的哥们。二人聊得正欢，沈雪面带微笑推门走了进来。你们哥俩聊什么呢？看你们聊得这么开心，我们俩聊学习呢。对了妈，明天我和方圆要去图书馆看书。沈夏说着看着我眨了眨眼睛。明天妈准备带方圆买几件衣服。还没等我说话，沈雪就先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沈夏不由得暗自一喜，也好也好，省得这小子跟我竞争了。万一那小姑娘看上方圆，那他沈夏可就亏待了呀。没事嘛，那你们去买衣服就是了。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图书馆。我现在发觉学习可比打游戏有意思多了。傻丫头，看着女儿那故弄玄虚的样子，沈雪忍不住笑了起来。老实交代，是不是看上哪个男孩了？哪有，我怎么可能会看上男孩呢？我本来就喜欢学习好不好？再说了，如果我要是真喜欢男孩子，那我直接把方圆拿下不就完事了吗？沈雪一时间竟然哭笑不得，伸出巴掌就想抽沈夏。这个傻丫头，你怎么能乱说话呢？什么叫你拿下方圆啊？方圆能是你乱拿的吗？傻丫头，你不会是喜欢上女孩了吧？我可告诉你啊，妈不同意。妈，我自己本来就是女孩，我喜欢人家女孩干什么？沈夏说着，眼神里微微有了些尴尬。阿姨，沈夏最近确实越来越爱学习了，她现在听讲可认真了。我见状赶紧开始和稀泥，一边是爱人，一边是哥们，那必须要把这滩稀泥搅和匀了才行啊。是吗？那行，那你去图书馆好好看书吧。如果真喜欢哪个男孩，也不要瞒着老妈，如今都已经是大学生了，妈妈不会阻止你谈恋爱的。知道了，老妈。沈夏赶紧点点头，反正老妈说啥，那就听着就是了。啥男孩不男孩的，他沈夏实在是没什么兴趣，还是那乖乖的小姑娘可爱啊。行吧，你们打游戏吧，不过不要太晚了，知道吗？明天我还得要早点去公司，中午的时候才能带方圆去买衣服。方圆，要不你明天跟阿姨去公司转转，我以前让小夏去，她都不愿意去呢。好的，阿姨，没问题。我毫不犹豫的点点头。去你们那干什么呀？太无聊了。沈夏不由得抽了抽嘴角，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妈妈想培养你啊，集团这么大，难道你不想帮帮妈吗？沈雪有点宠溺的抚了抚沈夏的头发，微微叹了一口气。对了妈，要不你收方圆为干儿子吧，他的事业心可比我强多了呀，而且您至少也能多个孩子孝顺您不是吗？反正我和方圆是铁哥们，我以后喊他哥哥也没问题啊。傻丫头别闹，沈夏的话让我和沈雪两个人直接绷不住。这傻丫头，你说的什么跟什么呀？方圆是我好朋友的孩子，和自己的也没什么区别，认什么干儿子呀？行了，时间不早了，明天都不能睡懒觉，就是去图书馆学习也得要早点去才好。沈雪看了看二人，然后转身准备离开了。行吧老铁，我先回去休息了，明天我跟阿姨去公司看看，不能起晚了，你也早点休息啊。行行，我也早点休息，我明天要早点到图书馆。沈夏说着冲我笑嘻嘻的眨了眨眼睛，这是他只相信方圆，就连他老妈都没好意思说。我看着沈夏嬉皮笑脸的样子，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到了门口，沈雪看着我，眼神不由得微微有些闪烁，她很想再深情的拥抱方圆一下，然后说一声晚安，但她回头看了看沈夏的房门，还是按耐住了心中的冲动。姐姐也早点休息吧。我看着欲言又止的沈雪，自然明白她的心意，但此时此地并不适合表达什么，所以我只得轻轻的拿起手机晃了晃。沈雪微笑着点点头，然后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我脱了鞋子，靠坐在了床头，随后拿起手机点开了沈雪的头像。这是一片巍峨的冰山，让人一看就觉得有点冒凉气。她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肯定是有着非凡的能力，这么多年都是单身，想必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冰山美人吧。网名为等不到的爱人，看来她的心几经冰封很多年了。忽然沈雪的头像变了，原来的冰山图片忽然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绿地，绿地中有花有草，还有翩翩飞舞的蝴蝶，让人一看就觉得生机满满，心旷神怡。叮咚，沈雪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方圆，姐姐现在还不太想睡，能陪我聊会天吗？好啊姐姐，那我过去陪你。我忍不住笑了笑，随手跟她开了个玩笑。好啊，你要真敢的话，那就过来吧。开玩笑自然得要全套的。我起身打开门，然后走了出去，不过走的方向是外面的洗手间。别，姐姐跟你开玩笑呢。我看着手机，忍不住抽了抽嘴角，知道害怕了。这大姐姐还真是有点意思，就刚才在她屋里吹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脑袋搂在怀里的感觉真好，仿佛一下回到了孩提时代。不过沈雪倒是白担忧了一阵子，我自然不会真去的。待我从洗手间回来，又重新靠卧在了床上。姐姐，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你不会真的在姐姐的门口等着了吧？沈雪不由得吓了一跳，不过她略微一沉思，感觉方圆应该真的是想过来的。
其实沈雪的心里也是挺想让他过来的，只是眼下并不是什么好的时机，万一被沈夏撞见那就真的不好了。他给对方回了消息之后，便悄悄地下了床，先是在自己的门口倾听了一小会，然后轻轻地开了一点门缝。人呢？好啊，又被他给忽悠了。沈雪忍不住捂嘴轻笑了起来，多么熟悉的一幕啊！18年前的一天，二人就曾一同在方圆家居住过，二人通过短信聊天就发生过极为相似的事情。那时候方圆就故意把沈雪吓得提心吊胆了，现在历史重演，他再一次被他给忽悠住了。片刻之后，沈雪笑着笑着，双眸禁不住泛出了晶莹的泪花。方圆，你知道吗？18年前我去你家玩那晚就是这样的了。沈雪微笑着哭着，任由泪水模糊了视线。姐姐，其实我真的很想过去的。姐姐知道，好好休息吧，明天跟我去公司，以后你就做我的兼职贴身秘书啊。我不由得愣了愣，对于什么贴身秘书我倒真是不怎么懂，到底有多贴身吗？随时随地跟着他吗？吃饭睡觉都要贴着吗？想想确实也挺有意思的。第二天一早，我刚从床上坐起来，就听到外面有人急匆匆地离开了家门。是姐姐出门了？不应该吧？这急匆匆的脚步应该是沈夏，她走路向来都是风风火火的。我穿着睡衣走出了房间。早啊，方圆。沈雪从厨房出来，端着2杯牛奶放在了餐桌上。沈夏已经出门了，你快去洗漱吧，外面洗手间里的牙刷牙膏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好嘞，姐姐。果然是沈夏出门了，为了泡妞这哥们也真是挺拼的。我收拾了一通之后来到了餐厅，沈雪正静静的在那儿等着我。方圆吃吧。沈雪温柔的看着我，眼神中透着一丝说不出的甜蜜。说着她拿起筷子递给我，而且还趁机抚摸了一下我的手。她很清楚方圆只有18岁，但沈雪心里却实实在在的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恋人。18岁就18岁吧，只要他不嫌弃我，我就一定会不离不弃一辈子。就算是他嫌弃，那我也会一辈子对他好。谢谢姐姐，你对我真好。我自从起床到现在，心里还是挺激动的，虽然不如昨晚那么强烈，但也是一手心神恍惚。那弟弟喜欢吗？看着方圆帅气而又无比熟悉的面容，沈雪心里的激动其实远超方圆，只是他这些年来练就的自控能力，让他看起来比较淡定吧。当然喜欢啊，姐姐这么漂亮，这么温柔，不嫌姐姐年龄大吗？不嫌啊。我想了想，好像我的整个青春期一直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对别的哪个女孩子动过心。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梦里的沈雪占据了我整个的青春期，也可以说她就是我理想中的女朋友形象。如今忽然遇到了她，我怎么能不喜欢呢？虽然梦里的沈雪只有18岁，但我好像更喜欢她成熟美艳那一面。为什么呢？沈雪一边吃着早餐，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你在我梦里这么多年，其实我喜欢的就是你，不管你年龄大还是年龄小，我都喜欢。沈雪忽然间感觉自己的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看着沈雪那红红的眼圈滚落而下的泪水，我忍不住拿起纸巾帮她擦了一下。沈雪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慢慢放在了自己的脸蛋上。方圆，抱抱我。随着沈雪轻柔而颤抖的声音，我一把将她搂在了怀里。等了她这么多年，真是苦了她了。这么多年的思念，确实得要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不过没多大一会儿，沈雪便止住了哭泣。今天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今天就先哭到这儿吧。听了沈雪的话，我差点没忍住要笑起来。你知道吗，方圆弟弟，其实我哭着哭着，忽然又特别想开心的笑起来。没想到你竟然回来找我了。其实姐姐现在特别开心。说着，她松开了我的怀抱，伸手抚向了我的脸蛋，仰着哭中带笑的俏脸，仔细的看着久违的恋人，真的一点都没有变，还是她记忆深处的那个样子。沈雪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伸出胳膊又搂紧了我的腰，将脑袋也埋在了我的怀里。放心吧，姐姐，我既然回来了，就一定会对你好的。我紧紧的拥着沈雪，心里也是感慨万分。二人的重逢坚守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我虽然到现在也没有恢复过去的记忆，但眼前的一切却让我不得不相信，怀里这个成熟美艳的大姐姐，就是我前世青梅竹马的恋人。姐姐也会好好照顾你的，以后不要嫌姐姐老，不要嫌姐姐烦就好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会在乎大18还是小18？对于如此美艳成熟的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好吧，那你以后就是姐姐的了，赶紧吃完换衣服跟我走吧。沈雪擦了擦眼泪，我微笑着点点头，一个人的就一个人的，再说我也不是滥情之人，人生得意，美人足矣。前世和他就是最亲密的恋人，相信以后二人的情感一定会有质的升华。一切收拾完毕之后，沈雪便带着我离开了家门。会开车吗？以后跟姐姐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负责开车好不好？你可要疼姐姐哦。沈雪笑着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拿出一把车钥匙递给了我。你喜欢什么车子？姐姐让人给送过来。姐姐我还在上学呢，其实用车的机会很少。我忍不住笑了笑，和大姐姐在一起的感觉真是不错了，怎么一下就有了种被包养的感觉呢？现在不但住进了她的大房子，而且她还要给自己买车。这样吧，咱们提辆以后你和小夏上下学用可以吗？那倒是可以，不过以前怎么没给沈夏买车呢？她还跟我抱怨过几次呢。这个傻孩子，我不给她买车还不都是为了她好吗？她一天到晚那个风风火火的样子，一点都不稳当，我是怕她开车不安全。方圆，以后有你在了，那我就放心了。今天你就把想要的车型告诉姐姐。还没有等我表态，沈雪直接就拍板决定了下来。感受到沈雪那不容拒绝的气场，我点了点头。方圆，以后听姐姐的话好不好？就让我好好照顾你。姐姐和你分开的太久了，我现在只想让你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二人上了车子，沈雪坐在副驾位，深深地盯着我的眼睛，她那柔情的眸子里透着说不出的情意，只是这情意中却有着一种让人不容拒绝的气势。看着深情满满的眼神，我心里不由得一阵感动。随着发动机轻微的轰鸣声，我带着沈雪往公司的方向驶去。这辆车子好开吗？如果你喜欢的话，开这辆也行。姐姐，学生开这车太招摇了，我不喜欢。沈雪看着我忍不住笑了笑，微微点了点头。她说的也对，虽然她是自己的恋人，但眼下毕竟是学生，那就买个低调点的车子吧。姐姐，沈夏喜欢什么车子？她喜欢国内产的那个小米47。行吧，那就买这款车吧，正好我也特别喜欢。我想了想，这样正好两全其美，至少沈夏也不会多想什么了。再怎么说，沈夏也是她的女儿。方圆，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总是为别人考虑的太多。如果那天不是你猛推了我一把，你也不会出事的。我忽然感觉脑海里一阵轰鸣，我赶紧一脚刹车，将车子紧急停在了路边地团。模模糊糊的记忆慢慢清晰了起来，好像是梦见，又好像是亲
亲身经历的一般，一辆泥头车呼啸而至，千钧一发之际，我猛地将沈雪推了出去，然后画面就变成了一片黑暗。怎么了，方圆？被吓了一跳的沈雪连忙出声问道。片刻之后，我晃了晃头，脑海中的场景现在变得非常清晰。方圆弟弟，你没事吧？沈雪担忧地看着我。没事没事。我看向沈雪，一股莫名的久违的熟悉感油然而生。如果说以前是理论上的明白，但现在却多了一丝似乎来自灵魂深处的熟悉。沈雪好像是感觉到了我眼神中的不同，她的眼圈一下红了起来。难道是方圆想起什么来了？好了，小雪，咱今天就哭到这儿吧。今天你还有几个亿的回忆呢？我伸手轻拍着沈雪的后背，怀里的这个玉人儿，这些年真的受苦了。记忆越是清晰，我就越觉得心酸。方圆哥哥，我听着沈雪轻柔娇羞的声音，不由得一愣。以前她是这么称呼我的吗？听起来好有感觉啊。特别是如今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姐姐，在叫这个称呼哭的时候，听起来简直让人心里痒痒的。不哭了，小雪好不好？以后咱们都要开开心心的笑。其实我恢复的记忆很少，不过就是几秒钟的画面而已。沈雪坐正了身子，抽出纸巾擦拭着眼泪，随着一脚油门，车子又继续往前开动。在沈雪的指挥下，我很快将车子开到了她工作的地方。沈雪服饰集团，这名字有点意思。方圆，我先上楼开会，你停好车子以后直接到顶楼办公室等我好不好？你去忙吧，小雪姐姐。沈雪忍不住一乐，以后有人的时候继续叫我阿姨，知道吗？弟弟乖，姐姐先上去了。我不由得笑着摇摇头，原本以为她以后会叫我哥哥的，这感觉似乎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人前叫阿姨，私下叫姐姐，怎么有点地下情人的感觉呢？我将车子停好之后走进了沈雪大厦，好在沈雪提前和前台打了个招呼，要不然我根本就进不去。乘电梯到了顶楼之后，我不禁有些愣住了，这公司好有钱啊！一进大门就被豪华而又精致的装修震惊到了。先生您找谁？还没来得及细细欣赏，就被门口前台坐着的小姑娘拦住了。您好，我叫方圆，沈总让我在他办公室等他。原来您就是方圆先生，沈总刚才已经跟我说了，请跟我来吧。前台女孩微笑着将我迎了进去，沿着走廊走了20多米，又拐了一个弯，便到了沈雪的总裁办公室。方先生您进去吧，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去前台找我。我点点头，然后进了沈雪的办公室，一股淡淡的清香袭来，很熟悉。没错了，这明显就是沈雪身上的味道吗？来到沈雪的书柜前，查看着柜子里面的书籍，有什么心理学、金融，还有什么时尚杂志、模特影集。我随手将一本模特影集类的书抽了出来，然后坐到了沙发上。我去，模特这身材就是好啊！时间一点一滴的走着，叮咚，我拿起手机一看，原来是沈夏那小子的消息。方圆，嘿嘿，我终于在图书馆看见那个乖乖的女孩了。这哥们，我忍不住笑了笑。紧接着，沈夏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不远处大概间隔几张桌子的位置，那个瘦瘦的乖巧女孩正低着头看书呢。很明显，这照片是沈夏偷拍的。哥们，赶紧给支点招啊！在线紧急求助，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看见他之后，我忽然间有点紧张啊！你紧张个毛线啊！你那纯爷们的镜头呢？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之前没想着追他呀，现在想追的时候，忽然间就患得患失了。赶紧的，方圆兄弟，给我支个招啊！叔帮你支一招。从你刚才发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他旁边的位置还空着呢。你直接走过去坐下，啥也不要说，先坐一会儿。你今天带零食了吧？悄悄的递给他一包，一定要真诚明白吗？如果不收，你就说为了以前打口哨吓着他什么的，跟他表示歉意。如果他收下了，那就继续陪着他慢慢聊着，然后要他联系方式。其实我完全没有泡妞的经验，都是临时起意瞎编胡造的。反正泡妞第一步就是要勇敢的冲上去，至于成不成，那就看沈夏的实践结果了。成了就是我出的主意好，不成那就是沈夏的执行能力不足。给沈夏支完招之后，我继续欣赏着模特身上的衣服，这可都是上等的布料了，那一丝一缕估计都比我一身的衣服值钱。时间在不知不觉间就到中午了，咔嚓，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推开了，原来是沈雪回来了。方圆，你饿了吗？本来一脸冰冷严肃的沈雪见到我之后，瞬间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还好，不过看到小雪之后就没那么饿了。讨厌！沈雪闻言瞬间忍不住羞笑了起来，随后便快步来到我身边就坐下了，然后往我的肩膀上一靠，乖弟弟，叫声姐姐来听听。沈雪说着，伸手便抚上了我的脸庞，另一只手搂住了我的腰。姐姐怎么了？感觉你有点疲惫。是啊，昨天姐姐大半夜都没有睡着，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乖弟弟吗？此时办公室里，沈雪将脑袋埋在了我的怀里。傻弟弟，以后不管姐姐怎么对你好，你都要乖乖的听话好不好？就让姐姐好好的疼你一辈子吧。姐姐，我现在年龄还小，总不能让我吃你的软饭吧？乖弟弟，你是姐姐最爱的人，姐姐肯定要养你一辈子的，你要是敢不听话，姐姐就挠你。说着，沈雪笑嘻嘻的将手挠向了我的腰间。这好吧好吧，既然是最爱之人的软饭，就算是再软，那也绝对香得很。稍等一下弟弟，姐姐打个电话。喂，刘总，给我送一辆小米酥7过来吧。哦，可以，下午没问题。不一会儿，沈雪便结束了通话。方圆，新车子下午就能送过来，到时候你开走就行了，开心吗？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虽然这个漂亮优雅的大富婆就是我前世的亲密爱人，但我也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乖弟弟，不要多想好不好？你是姐姐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我不疼你，疼谁呢？乖了。沈雪看到我似乎有点沉默，又轻轻地坐在了我的身边。其实姐姐已经想好了，以后姐姐会多带带你的。这么大的集团公司，那么多的事，你舍得让姐姐一直那么辛苦吗？以后你除了去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就跟姐姐在一起，学习处理集团的事情好不好？沈雪一边温柔地劝说着，一边忍不住又抚上了我的脸蛋。说着说着，她还凑上去亲了一口。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沈雪赶紧起身稍微整理了一下，瞬间恢复了冰冷威严的样子。进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手里提着几个餐盒。沈总，您要的午餐到了，我给您放茶几上吧。然后微笑着就快步出去了。小雪，过来坐。我朝沈雪笑着招招手，故意的喊了她一声小雪。片刻之后，她又恢复了一脸娇羞的样子，一把将我搂进了怀里。我轻轻地搂着沈雪的腰，贪婪地嗅着她身上迷人的气息。以后姐姐还是多笑笑吧，好不好？我看你的下属
鼠都有点害怕你了，你知道吗，弟弟？这些年来没有你的日子，姐姐是多么难过。我把所有的思念都化为了努力，这么多年来就成这样子了。其实姐姐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对你的情感。姐姐经常想你，想的心痛。好在你终于回来了，姐姐好开心啊！沈雪说着，将我越搂越紧了，以至于捂得我有点窒息的感觉了。这姐姐，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吗？就这么搂着，时间久了真能把我憋死。沈雪低头看向我的时候，这才放松了她的紧搂着的胳膊。我微微长出了一口气，脸蛋憋得有些红了。刚才被紧紧的捂着，根本说不出话来啊！姐姐以后就听弟弟的吧，尝试改变一下。沈雪低头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声音变得极为温柔。乖弟弟是不是感觉姐姐怎么样都很漂亮？沈雪温柔地说着，低头又吻了几下我的脸蛋，而且靠近嘴唇越来越近了。我明显的感觉到，这姐姐似乎并没有太多接吻的经验。不过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只是看爱情片的时候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镜头。对啊，姐姐在我眼中当然是最漂亮的了。那姐姐最后问你一句，你和小夏确实没有一点男女方面的情感吧？姐姐，如果我说有的话，那你舍得不要我吗？我不由得有些哭笑不得了。我和沈夏真的是纯哥们，就算是面对面蹲坑都不带多看一眼的。他那走路说话穿着打扮，妥妥的一个男孩子样啊！和他在一起那么久，甚至都已经忘了她是女孩了，才不舍得呢。你是属于我的，放心吧，姐姐。话还没说完，就被沈雪用她的小嘴堵住了。片刻之后，她就红着脸松开了我。乖弟弟，咱们吃饭吧。吃完之后，我就带你看看衣服去。对了，弟弟，小夏今天在学校怎么样？他联系你了吗？早晨联系了一下，他确实去图书馆学习了。我说着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到现在这小子竟然没有一个消息，难道他已经将那女孩泡到手了？这事算了，还是先不要和沈雪说了吧。我问问他吧，难道是学习太认真忘记时间了？才不会呢。沈雪忍不住轻笑了起来。知女莫若母，从小看大的孩子，沈夏啥样他太清楚了。乖弟弟，以后你的责任不一样了，知道吗？小夏不但是你的好哥们，还是你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当然知道，不就是我的乖儿子，哦不对，我的乖女儿吗？虽然这是姐姐领养的女儿，但是我一直把她当自己亲生的一样，只是这孩子不太争气，玩心太重。姐姐别担心，以后我也会把她当做亲生的。我本来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也不会把小夏当外人看的，只是说出来的话怎么听怎么觉得别扭。弟弟，如果以前没发生那件事情，或许我们的孩子也10多岁了呢。没事姐姐，我们以后也会有的。二人聊着天，我给沈夏发去了一条消息，老铁忙什么呢？现在怎么都不跟叔叔汇报一下进度了？来弟弟，张嘴。沈雪温柔地看着我，夹起一块嫩滑的鱼肉就送到了我的嘴里。片刻之后，沈夏的消息就回了过来。我靠，怎么回事？难道这小子搭讪成功了？笑个毛线啊！老实交代，这个乖乖的小姑娘叫修萍萍，我俩正在小树林里聊天呢。好了，不跟你说了，我俩马上就出去吃饭了。嚯，竟然都去小树林了，那可是动手动脚的好地方啊！哎呦我靠，真是看不出来啊！行，赶紧去吧，真是个有女性没人性的家伙。我不由得微微一笑，算了，随他去吧。估计那小姑娘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底细呢，等对方知道的时候，估计就是这小子郁闷的时候了。沈雪一边自己吃着，偶尔也喂我一口，脸上满满的都是说不出的羞涩和开心，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时而就忍不住笑起来，而且脸蛋也变得更红了，妥妥的一个思春小姑娘的样子。不知不觉间，一顿丰盛的午餐就这么吃完了。走吧，乖弟弟，我先带你去看看咱们公司的衣服，如果相不中，咱就去其他地方看。沈雪说着，伸手捏了捏我的脸蛋，还拍了拍我结实的胸膛。别忘了，在有人的时候要叫我阿姨。好的，阿姨。我跟着沈雪一起走出了办公室，一瞬间，她的气场又变了，又变得和以前一样冷淡、严肃、生人勿近。姐姐，表情看四下无人，我小声的提醒了一句。沈雪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儿确实是很难改的。沈雪微微地点点头，轻轻地回应了一声。不多时，二人便来到了位于1楼的杨雪服饰商场，这里面全都是集团里生产的服装，男女老少，一年四季，各种款式。沈雪一进商场，商场经理直接就迎了上来，满脸笑容，谨慎而又热情。没事，刘芳，你去忙吧，我自己转转就行。好的，沈总，如果您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说着，商场经理不由得挠了挠头，赶紧转身离开了。今天沈总有点奇怪呢，刚才他脸上好像露出了笑容，好像就是真的，我肯定没有看错，而且说话的声音似乎也没那么冰冷了呢，好奇怪啊。此时沈氏集团商城里，方圆，来，这边是男士区，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好的，阿姨。商城里的人挺多的，看样子大家对杨雪服饰还是挺认可的。这件上衣怎么样？挺好。好，要了。方圆，这裤子呢？也不错。好，也要了。二人聊着看着，有营业员紧随其后，不断的打包着，只要方圆点头的，一律打包。阿姨，可以了，可以了。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包括睡衣，一应俱全的全都买到位了。光是睡衣就拿了好几个款式的，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被恋人包养的感觉真是爽啊！快，你们几个把衣服帮沈总送到车上去。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商场经理又冒了出来。沈雪看了看，随即淡淡地点了点头，眼神中透出一丝温和。不一会儿，大包小包的衣服都被装进了沈雪的后备箱。姐姐，你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能给你什么。乖弟弟，你以后可以给我的多着呢。沈雪上下打量着我，越看越喜欢，那帅气的面容，那结实的身子。二人正轻声的聊着，沈雪的电话响了。喂，刘总，你说车子送到了。好，太感谢了，我会安排财务尽快给你结账。弟弟，走，咱们回办公室吧。车钥匙已经送到办公室了。这么快？我往四周张望了一下，就在靠近公司大门的地方，果真停着一辆崭新的小米4-7。看着我开心的样子，沈雪也忍不住露出了一抹笑容。在外面，她很少露出笑容的，但是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开心，她也不由得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走吧，乖弟弟，一会儿你拿了钥匙，可以开出去兜兜风，不过一定要小心一点哦。知道了，姐姐。二人小声的说着，很快就回到了办公室，车钥匙就放在沈雪的办公桌上。乖弟弟，还没等我拿起钥匙，沈雪伸手就搂住了我的腰。以后送你东西，你就好好的收着好不好？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你越是不想要，姐姐就会越难过。其实就算是姐姐，也都是你的，明白吗？我的乖弟弟。沈雪说着，伸手搂住了我的脖子，那红润的嘴唇也凑了过来。乖弟弟，去
兜一圈看看。沈雪羞涩地松开我，舔了舔微微有些发麻的嘴唇，将车钥匙放在了我的手上。好的姐姐，我出去溜一圈。我抓起钥匙，咂巴了一下嘴巴，回味着沈雪口齿间的香味，脸上透着说不出的笑意。弟弟，你待会直接回家也行，姐姐稍微再处理点事也就回去了。知道了，姐姐，走了。听着沈雪似乎话里有话的嘱咐，我不由得心里一乐。等待了18年的姐姐，她的小宇宙真是爆发了呢，似乎显得比我还要着急似的。走出杨雪服饰集团的大门，我按了一下车钥匙，果然就是那辆黄色的 SU7。随着一阵轰鸣声，车子很快便冲上了大路。车子在马路上开了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一下，瞄了一眼手机，原来是沈夏那小子发来的消息。方圆，我俩吃完饭了，回到图书馆正一起学习呢。今天我还拉了他的小手呢。哎呦我去，这小子进展还是蛮快的嘛。底细没有暴露之前，看来一切还是挺顺利的。让你看看我俩的合照，羡慕死你。片刻之后，沈夏真发来了一张和那个修萍萍的合影，二人的脑袋凑在一起，小姑娘面带羞涩，小脸红红的，看样子这小姑娘确实被沈夏给忽悠住了。怎么样，老铁，这个小姑娘是不是好乖啊？这样乖乖的小姑娘简直就是极品中的极品啊！对对对，确实不赖，恭喜老铁了。对了兄弟，阿姨给咱俩买了一辆小米，要不要体验体验？真的？车子在哪？当然是叔正开着兜风呢，哈哈，喊叔叔我去接你，千万不要过来，我还打算带我的小姑娘去看电影呢。如今刚牵上小手，那不得要趁热打铁。嚯，半天的时间你就牵上小手了还不知足，难道还想亲上人家的小嘴？不要着急嘛，干嘛要和叔叔比呢？我忍不住笑了笑，于是又给他回了一条消息，行，需要叔叔接你的时候随时给我发消息，还是老铁懂我。对了，这事一定不要告诉我妈，求你了老铁。切，看不起老铁咋地？我抽了抽嘴角，这是暂时还是顺其自然吧，就算是沈雪知道了，一时半会也扭转不了他在这方面的取向啊，没准还适得其反。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将车子直接开进了沈雪家的小区，刚到楼下便看到了沈雪的车已经停在那儿了，于是我掏出手机给沈雪打了一个电话，姐姐在家呢？是啊，乖弟弟，姐姐刚到家，你现在哪儿呢？楼下呢，下来一起拿衣服吧。马上马上。沈雪一听我竟然已经到了楼下，心脏止不住的就加速跳动起来。之前我离开的那1个小时，她都感觉有些空落落的呢。不一会儿，沈雪便快步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看着面带微笑的我，沈雪忍不住羞笑了起来。如果不是外面，她肯定会开心的扑进我的怀里。二人一连拿了5、6趟，这才把给我买的东西都搬回了家。沈雪又一样一样的取出来，帮我整理到衣柜里面。看着忙碌的亮影，我忍不住搂住了她的纤腰。乖弟弟，伴随着一声温柔甜蜜的颤音，沈雪转过了身子，微眯着双眼，伸出双臂，抱紧了我的腰，脸蛋也变得粉红了起来。她贪婪的嗅着我身上那青春的气息，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一伸手就勾住了我的脖子，往下用力拉着，将自己的红唇也凑了上去。片刻之后，二人便吻在了一起。乖弟弟，这辈子再也不要离开姐姐了好不好？18年的等待让我变了一个人似的，你知道吗？弟弟，你下午出去兜风，我一会儿没看到你，心里就空落落的。沈雪搂着我的脑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一转眼我就要消失了似的。那我周1到周5的白天还得要上课呢，放学了才能回来。我不由得一阵感慨，姐姐的火药桶真的是爆炸了，现在连这点自控能力也没有了吗？那姐姐要学控制自己。可是我的乖弟弟太可爱了。沈雪撩了一下额前披散的长发，抚摸了一下一直滚烫的脸蛋。对了弟弟，小夏是不是快要来了？片刻间，沈雪原本通红的脸蛋就变白了，之前光顾着温存呢，将其他的事情完全抛诸脑后了。可是现在忽然想起来，沈雪立刻吓得跳了起来。在女儿的眼中，方圆可是自己朋友的孩子。乖弟弟，快快，不好哥哥，赶紧赶紧，坚决不能让小夏发现了咱俩的事情。好的姐姐，不过我并不想把沈夏泡妞的事说出来，所以就随着沈雪的意思点了点头。弟弟，你赶紧去冲个澡吧，我担心你身上有我的香水味。好的姐姐，我这就去。我忍不住笑了笑，然后去自己的屋里拿了睡衣，就去外面的洗澡间冲澡了。待我洗完出来的时候，沈雪已经收拾完，并且进入了她房间里的洗澡间。我往客厅的沙发上一坐，随手看了一下手机，不知不觉竟然已经7点钟了。沈夏这小子倒是真乖，今天配合的倒是挺不错。你要是早点回来话，那叔叔的幸福可就没有了。不多时，沈雪的房间内响起了吹风机的声音。她今天洗的也真是够快的，其实不过是温存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而已，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吗？沈雪从卧室出来了，白皙粉嫩的脸蛋儿已经恢复了正常。弟弟，你怎么换衣服了？是要出门吗？是啊姐姐，我去接沈夏，刚才他发来了消息，说电影马上结束了，让我去电影院门口接他俩。作为好兄弟，那肯定得要去接的。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和他老妈这么好的关系。现在这个傻丫头竟然这么用功了吗？姐姐怎么不信呢？沈雪走上前来，伸手帮我整理了一下衣领，又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接着又忍不住抚摸了一下我的脸蛋。或许在图书馆看小说了吧？没事姐姐，不用担心，我现在就去接他。去吧弟弟，路上一定要开慢点。今天咱们还是点外卖吧，现在做饭时间有点晚了，就吃外卖吧。姐姐也挺辛苦了，就不要做饭了。我笑着冲沈雪眨了眨眼睛，然后转身离开了家，注意安全。她微笑着点点头，忍不住又羞红了脸蛋。按照沈夏发给我的定位，我很快就驱车来到了电影院的门口的马路边。果然，就在门口不远处，沈夏正牵着一个女孩的手，二人正开心聊着什么。铁子，往马路上看，叔叔已经到了，赶紧过来吧。我看了看正亲昵的二人，笑着给沈夏发了一条消息。片刻之后，沈夏看到了我开过来的车子，牵着女孩的手就过来了。来萍萍，你先上去。对了萍萍，这是我铁哥们，叫方圆。二人一来，沈夏连忙打开门，扶修萍萍坐了上去。方圆你好。这女孩的声音弱弱的，很
很轻柔，也很好听，确实是一副特别乖巧听话的样子。你好，我微笑着点点头，仔细瞅了一眼这姑娘，长得倒是还不错，就是有点瘦了。老铁，先送萍萍回学校吧，然后咱们再回家。好嘞，没问题，出发了。我通过观后镜看了一眼后座的二人，不由得嘴角抽了抽。沈夏这哥们确实也挺色急的，竟然直接搂着那小姑娘的腰了，而且那小姑娘也害羞的依偎在他的怀里。只是我有一点很是纳闷，大家都穿的并不厚，修萍萍就那么依偎在沈夏的怀里，难道她就感觉不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搞不懂，真是搞不懂啊。